姑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容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你祜禄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、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他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。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，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福上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份报比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钮祜禄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你
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公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英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。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景仁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主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陈汉进去时，景仁宫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景仁宫死了，那青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景仁宫那位，是不是密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景仁宫过身了。什么？是秦主儿所言，保的是宝璧。真是宝璧？秦主儿是亲眼瞧着景仁宫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景仁宫。让人去照顾景仁宫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青卓过来。这。景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公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，才见景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景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，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景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味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
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这，皇上小心为太后，奴才立刻举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宫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卿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宫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卿是景仁宫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宫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宫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郑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宫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，外臣本不该干涉。然而，景仁宫是否尊封，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。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，尘埃落定，景仁宫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宫便暴毙身亡。皇上，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，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。景仁宫过世，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宫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宫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！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重臣统，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。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宫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宫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青英啊，景仁宫和皇额娘都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出言必得谨慎。
是。张大人，我因姑母去世，悲痛万分。可公道二字，却不知道张大人从何提起。姑母进足景仁宫，悲愤交加，抱病多年。因先帝驾崩，姑母过分忧心，而居然离世。当时我侍奉在榻前，亲眼看着姑母驾鹤西去的。当真？当真。太后皇上，姑母过身，确是因为太在意和先帝的情分。若有任何流言蜚语，臣妾应该出面平息，好让姑母走得体体面面，安心身后事。皇娘，那景仁宫的丧仪，还是得办得体面些。那就按非礼吧，也可葬在嫔妃原寝。下葬时候便不要写什么名分了，免得惹眼。至于灵位遗物，那就一并发还母家就是。张廷玉，臣在。你可有异议？景仁宫身后之事，当以皇上、太后的决断办，臣没有异议。臣告退。皇帝国事繁忙，哀家回去了。儿子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王亲，你也下去。这。秦颖，此刻只有你与朕，你告诉朕，景仁宫是怎么过身的？皇上，臣妾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事了了，也就罢了。要是景仁宫活着，总是会牵连到你。如今景仁宫过身了，皇额娘再有怨气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只是这事情虽了了，这些日子你也别到处走动，免得惹人注目。臣妾明白。太后，您放心，青竹也是个聪明人。给太后请安。你去吧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看来你嘴巴挺严啊，没有背着哀家私下向皇帝告状。臣妾已经当着张大人的面把事情都说明白了。陪哀家走走吧。你姑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说给哀家听听。姑母想要得到母后皇太后的尊位，无非是为了母族的荣耀。
姑母最在意的就是和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可先帝对姑母说出了此生不复相见，姑母便心如死灰。她得不到先帝的心，赢了太后又如何呢？所以他选择保全了你。看来，他还是疼你的。姑母是疼臣妾，可是在这个宫里边，能保臣妾的只有太后。哦，太后并不想要臣妾死，太后想要姑母死，而且死在臣妾的面前。若是有人对姑母的死有猜测，由臣妾这个亲侄女的嘴里为您分说，便没有人敢污了太后的清誉。你很聪明。不是臣妾聪明，是一切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中。你姑母也是聪明人，从头到尾算计得清楚，能争的时候拼命争，不能争的时候断然做出选择，以保最大的利益。如此，你得以活了。是。姑母暴毙，但流言未必会消去。臣妾得活着，才能时时为太后坐镇。很好，很好。这么聪明的人，是得好好活着。谢太后。主儿。皇上早点安置吧，明儿个可是登基大典呢。知道了。龙袍预备下了，您要不要再试试？既是量体裁衣，不必了。这寿康宫都收拾好了吗？秦理来回话了，说都妥当了。寿康宫虽是太妃的居所，但皇额娘所住的殿寝，务必体体面面的。那是自然的。退下吧。这。
朕今日登基，当行孝仁之道，尊先帝世宗遗命，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，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。册立之事，应有礼部正主相待。皇上仁孝厚德，无责大民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走稳当点儿。太后迁宫是大事儿，皇上孝顺，一直在修葺慈宁宫，想必这会儿都妥当了，只等您安享这玉堂富贵呢。景仁宫的丧仪办得如何了？办了，这白事儿怎么能跟登基大典的喜事儿冲撞呢？所以悄悄地办了。走稳当点儿。走稳着点儿。停，落轿。太后，咱们到了。怎么是寿康宫？历代太后所居不都是慈宁宫吗？回太后的话，慈宁宫奉旨修葺，暂时还不能住进去。寿康宫是太妃们住的地方，难道让太后和太妃们挤在一起吗？是，所以皇上特意吩咐了，太后暂居的正殿那布置的是妥妥当当的，一点不比慈宁宫差。皇帝一片孝心。既然慈宁宫在修葺，那哀家等一等，先进去吧。太后您慢着点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都坐吧。从前自己是个嫔妃，赶着去向太后和太妃们请安，如今一转眼自己都成了太后了。瞧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娇嫩的像花朵。太后自己才是那朵开得最娇艳的牡丹花，不像我们年轻沉不住气，都是经不得细看的蒲柳。小嘴巴巴的，会说话。谢太后夸赞，臣妾愚笨，请太后教诲。今日是皇帝登基之后，你们头一回来请安，哀家也有几句话要嘱咐。皇帝年轻，宫里嫔妃也就你们几个，往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你们自己都好自为之。多谢太后教诲，臣妾谨记于心。皇后，哀家和几位太妃们都已经移居到寿康宫了，东西六宫很快就收拾出来了，给你们安居。身为皇后，安定后宫乃是你身应之责。儿臣明白，皇上登基分六宫、定位分、册嫔妃，这些事情儿臣都会一一办好。若有不懂，还请皇额娘指教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。古来重长子，重嫡子。皇帝已经有了庶长子永璜，嫡长子永琏，还有一子也很重要。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已称吉祥，极为贵重。所以你们几个要加把劲儿，把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好好生下来。是。太后，福建新贡的柚子酸甜凉润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费那么大力气，
拨他干什么？哀家吃不了几口。能入您的嘴，哪怕是一口，也是这幼子的福分。真正有福之人，也不会住在这寿康宫。皇上也是孝心，想把慈宁宫修得舒舒服服的，再让您挪过去。皇帝明里说是孝顺，可暗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把哀家送来了寿康宫。心思颇难揣测。也是，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也不是太后的正经居所。要是哀家想早日搬进慈宁宫以正名分，还得借把东风，也看看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用。皇娘住进寿康宫，没什么不满吧？都挺好的。寿康宫虽然小了一些，但布置也倒雅致。不过慈宁宫若是修好了，皇额娘还是早日搬进去的为好。朕知道你孝顺。对了，皇额娘没有为难青英吧？没有，皇额娘怎么会为难一个晚辈呢？那便好啊。坐吧，兰花。兰花，你可知这养心殿为何以养心为名吗？臣妾不知。皇阿玛在的时候，常常说起孟子的一句话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，所以起名为养心殿。这人的欲望啊，一旦多了，是非也就跟着多。皇上身居高位，天下都是您的，自然寡欲养心。但底下的嫔妃、大臣、奴才们，都靠着皇上呢。什么都仰仗着您，怎么能寡欲？所以啊，朕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，让那些无端升起的是非都能消退。如此一来，朕的后宫才可清清静静。臣妾明白，只是臣妾无能，只怕做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你贤惠大度，只要用心做，怎么会做不好？再说了，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可多多请教皇额娘。皇上对臣妾的期许，臣妾都记在心里，绝不敢忘。好。皇上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些安置吧。皇后也早些歇息。臣妾告退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青英还在景仁宫吗？这时辰，许是还在。你跑一趟，替朕传句话。给秦主儿请安。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。是。皇上知道秦主儿在此守丧，劳心伤神，特意嘱奴才送来这玉镯参汤，让秦主儿安心养神，保重身子。皇上还说，眼下这局势，秦主儿颇为艰难。皇上从未忘却秦主儿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人。秦主若有不顺心之时，想想皇上这句话，再不顺心也能安心了。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，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。奴才告退。走。皇额娘，嫔妃位分，您2次都发还回来了，是不是儿臣拟的不妥当？你是怎么拟的，又是怎么改的？你是皇后，事事要思虑周全。皇额娘是不满意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，儿臣未能及时明白皇额娘心意，是儿臣的错，还请皇额娘教导。乌拉那拉氏呢？她在景仁宫守丧3日，今日应该礼毕。
那他应该已经来了。傅家太后，亲主已经到了，那让他进来吧。皇后坐吧。是。臣妾给太后、皇后娘娘请安。景仁宫丧事已了，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妃陵。景仁宫是你的至亲，按理你要为他守孝3年才是。这样吧，你不必去你姑母陵前，就在前邸待着。吾旨不得出阁院，好好的为你姑母守孝3年。可是要守孝3年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孝心了。太后能让臣妾在前邸守孝，已是大恩。臣妾谢恩。皇娘为什么要删掉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？清的名分屡屡受挫，做贵人也是委屈她了。她是朕的侧福晋，封妃理所应当啊。金英妹妹受了景仁宫的牵连，臣妾本想着给个嫔位，等日后逢年节再进封也不迟。可谁知道还是被皇额娘退还回来，臣妾无奈只好改为贵人。可皇额娘还是不满意。皇娘划掉她的名字，难不成是不要给她任何位分吗？皇上，皇额娘封清英妹妹住在前邸，让她为景仁宫守孝3年，闭门不出。什么？皇额娘久掌后宫之事，当着臣妾的面便发落了清英妹妹，臣妾却不敢驳回。皇娘独断专权，连朕都不事先告知，你又怎敢驳回？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皇额娘以孝亲为由发落了清英妹妹，这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如等过些时日，臣妾和皇上一同去求皇额娘开恩。朕知道了。清英妹妹虽被禁足，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，只差分居东西6宫了。皇后酌情安排就是。是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放那边，装那边吧。轻点放。来，搬过来，搬过来。好好来。哎，这个盒子得放在这儿。轻点儿。哎呦，小心着点你们，别磕了碰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这个放歪了。哎，我那个保卫盒子给我放好了啊，千万别摔了。帮我一下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一走，崇华宫就要落锁了。抬高点儿。你说这青姐姐还出得去吗？放上去，放上去。太后说让她守孝3年，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放她出来了。谁知道呢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小心着点儿，别弄脏了。那边轻点儿，那可是皇上赏的。都收拾妥当了。来来来，主儿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咒咱们在这一辈子出不去呢。其他的主位分陆续都定了，搬走了，咱们真要在这住了3年才出去，这宫里还能有咱们立足的份儿吗？若姐姐别说了，主听了岂不更伤心？就你知道，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？
姐姐，是我。海兰，你怎么还没搬？我跟皇后说，东西尚未整理完，晚些再搬。皇后替我留了门。你坐吧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儿，早点走吧。可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况且，我尚能自由进出，到底方便些。方便一时又如何？以太后的脾气，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眼下太后还心烦，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，我和绿云姐姐再想法子去求太后。太后怎么了？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，还没移居慈宁宫呢。为什么？听说是皇上还在让人修习慈宁宫，大臣都在为这事劝皇上。太后住在寿康宫，到底是名分不正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主还在担心太后。太后住哪儿不都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太后若是皇上的生母，这一点便不会计较。就是因为不是生母，所以稍不周全就会生了嫌隙，以至于母子离心。姐姐，满宫大臣和众嫔妃都想不出法子解决，姐姐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吧。皇上，昨儿内府说，嫔妃们的封号都已经由内阁领好，请您定夺。不急，人都还没齐呢，怎么册封啊？青樱妹妹是在守孝，可为了这个沿着其他人的封赏，怕也不好。皇上，慈宁宫要是修葺好了，也好让皇额娘早点入住，说不定皇额娘一高兴，青樱妹妹就可以出来了。若是朕真这么做了，皇额娘还是不答应，那朕又得想什么法子迁就她呢？皇后啊，你想简单了。是，臣妾冒失了。往后你多琢磨便是了。朕先回养心殿了，你也回去吧。起轿！臣妾恭送皇上。起驾养心殿。娘娘，移宫是尴尬事儿，依奴婢看，您还是不开口为妙。移宫是面上的，底下事关青樱。唉，这两宫不和，本宫也是为难啊。皇帝还真沉得住气。乌拉那拉氏被关了半个月，他硬是一声不吭，也不来替他求情。太后若想挪去慈宁宫，跟皇上说一声不就得了？何必这样大费周章？哀家若是向皇帝开口，若被回绝，难道还一再恳求？若是皇帝为了青樱来求哀家，那哀家再顺水推舟，提出要移居慈宁宫，那便是一事议一事。还是太后思虑周全，不过皇后和其他主应该会劝皇上的，说不定皇上呢还会亲自来先提移宫呢。那自然是最好了。唉，奴婢看您做了太后，也不比做贵妃时轻松啊。哀家问你，历来后宫里，哪个女人熬到太后这个位子，凭的是什么福气？历代做了太后的，确实不是诞下新帝，就是先帝的皇后。可您殚精竭虑，扶着皇上坐上了95之尊的位子。您做了这个太后，是您的福气，也是皇上的福气。养育之恩，记得一时容易，记得一世难啊。皇帝刚登基，哀家不能让步。趁着他翅膀还没硬，规矩就得立下。
诺钦大人为了移宫的事儿和皇上争论了半天，您先喝口茶润润。嗯。秦丽来回话了，慈宁宫已修葺完成，太后可以随时移宫了。皇娘养育朕多年辛苦，务必将慈宁宫修葺至满意，让秦丽好好修，细细修，千万不要着急。这，朕的寝殿里有枚如意结，替朕送到青樱那儿去。可青主正关着守孝呢。他不能出来，你还不能去吗？啊，奴才糊涂，奴才糊涂。还有，架上有本曲谱，替朕一并送到那儿去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奴才给亲主儿请安。起来吧，王公公。王公公，您可来了，是不是皇上要放我们主出去了？那倒没有，太后的谕旨是要关着亲主儿守孝，皇上都不便过来，这不，奴才都是悄悄溜进来的。这是皇上让奴才送来的2样东西。一枚如意结，皇上的意思是希望亲主儿事事如意。还有一本乐谱，皇上说，请亲主儿闲而无事的时候看看。替我谢过皇上，我出不去，不能面谢圣恩。皇上明白，所以皇上派奴才来向亲主儿要一样东西作为回礼。什么东西？皇上说，只要是亲主儿的东西就成。这是我刚绣的帕子，烦请王公公交给皇上。这，那奴才告退。多谢王公公。公公慢走。王公公，皇后和贵妃那边都来问皇上的消息，今儿的事要不要禀告一声啊？皇上心思深，这事儿先按着不提，谁都不许告诉我。这，主，皇上果真是念着您的，奴婢还以为皇上这1个月没吭声，是忘了您呢。墙头马上是我和皇上第1次见面看的戏，皇上真是有心了。我得想法子出去一趟。阿若，你去把海肠再起来。是。臣妾问皇上安。你都跟朕那么久了，怎么见了朕
还是那么怯生生的。臣妾失仪。你一向很少在朕的跟前走动，今儿个怎么突然过来见朕了？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海兰，朕记得你和青音很是要好。臣妾此来，只为求皇上莫忘了姐姐。叶曦，这雨下得太大了，我不想走路，去传轿子来吧。是。在这候着。我进去拿要送去给皇上的点心，一会儿就出来，别把门给锁了。是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受苦了吧？臣妾有皇上挂念，不苦。朕都没替你向皇额娘求情，怎算挂念？皇上有皇上的难处。你跟海兰交换，没被人发现吧？没有。你看，今儿个真巧，你衣裳的颜色和朕的那么相似。匆忙出来，我都没来得及打扮。无需打扮，心意相通最重要。咱们多久没见了？35天。皇上，臣妾做了几味点心，尝尝吗？好啊，快拿过来。你被关着，还有心思做糕点啊？这3味都是皇上素日里爱吃的，臣妾做惯了。这味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，臣妾正学着做，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。味道还是很好，丝毫未见逊色。只不过，就算你再怎么用心，皇娘也未必会喜欢。凡事莫说尽，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？哎，这糕点酸酸甜甜的，你喜欢的。皇上爱碧嫔，本应4时插花，人作花瓣，取其芳香满床，握之
神清气爽之效。但是现在点了龙涎香，不插花也是好的，以免乱了气味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你看，这4处的壁屏都是空着的。朕闲的时候啊，就观赏观赏，把玩把玩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幅画好像是个什么故事？老来子采衣娱亲，这你都不记得了？24孝。24孝的第一篇是闵子骞单衣奉亲。你记差了。24孝的第一篇呢，是虞舜孝感动天，第2篇才是闵子骞单衣奉亲。皇上心中存有孝道，才会记得如此清楚。24孝第一篇是虞舜孝感动天，说明在世人的心中，百善孝为先，有以君王为典范，宣扬孝道。皇上刚刚登基，政务繁忙，是不是已经忘了在寿康宫的太后？皇娘自己不提，朕就让那慈宁宫慢慢的修葺行进。太后不是自己不提，是把这个表孝心的机会让给皇上您了。朕也想把皇额娘移至慈宁宫，可是你姑母刚过身，逼你闭门守孝，皇额娘独断专行，丝毫不顾朕的感受。太后和姑母积怨颇深，请皇上不要顾及姑母和臣妾，以免坏了母子天和。朕当然希望以天下之力来安养皇额娘天年，只是朕才刚登基，皇额娘就如此雷厉风行。臣妾只求皇上为天下之表率，为百姓尽福，千万不要以臣妾一己之身为念。可是朕的心里总有道过不去的坎儿。朕的亲生额娘，皇上的亲生额娘只有太后，她现在住在寿康宫，等着皇上去接她，住慈宁宫。皇额娘多年专政，在朝中与宫中都颇有权势，只一个讷亲，便是皇额娘族人，权倾3朝。若是朕事事都迁就皇额娘，那朕岂不是被她牵着鼻子走？皇上，那不是迁就，那是孝顺。在后宫，皇上可以对太后孝顺有加；在前朝，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，足可以威慑天下。皇上胸怀韬略，还请皇上三思。景仁宫才刚暴毙，你就力证皇额娘清白。要是皇额娘知道你来求朕，她一定会很后悔这么为难你的。真如此就好。还请皇上打开心结，不要再计较了。这件事已经1个多月了，太后也挺为难的。皇上。就依你的啊，孝敬皇额娘，颐养天年，好吗？就依你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放心，这会趁皇额娘开心的时候，再替你求情，啊。臣妾该走了，海兰还在被关着呢。好，朕送你出去。皇额娘方才见过慈宁宫，觉得修得如何啊？你惦记着哀家一心礼佛，佛堂里供了3尊佛像，又将花园修得这么精致，足不出户，便可看到奇花异草。儿子早该将皇额娘挪至慈宁宫，只是儿子刚登基，前朝的事情忙不完。又想着将慈宁宫修缮好，再让皇额娘住进去。
儿子希望皇额娘可以安心的颐养天年。前朝的政务要紧，后宫的事算不得什么。皇帝啊，你初登大宝，多少人看着你年轻，存着窥视之心，所以朝政的事情，你多问问那些老臣子，总没错。儿子也是这么想。这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亲，儿子打算加封他为1等公。还有，儿子登基要加皇额娘徽号，礼部起了重庆二字，皇额娘觉得如何？皇帝有孝心，比什么都好。前朝忙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啊，那儿子先告退了。等到稍晚些，儿子再带皇后还有嫔妃们向皇额娘请安。去吧。儿子告退。皇上对太后做的圆满，极尽孝道。你去把青英找来，哀家有话跟他说。是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，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。臣妾在闭门守孝之时擅自离开，还请太后见谅。替哀家进言，何罪之有？起来吧。只是哀家不曾想，自己如此可怜，移宫之事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忙于朝政，一时顾不上。哪怕臣妾身在前邸，也是该提醒皇上的。难为皇帝还听你的劝，哀家以为皇帝的孝心还不如你。皇上的孝心，臣妾哪里比得上？皇上说，您是天家最尊贵的长辈，世子近臣唯一的太后，必得有相配的殿宇，所以皇上对慈宁宫要求尽善尽美，稍稍耽搁了些。巧舌如簧，既维护了皇帝，也全了哀家的颜面。虽说你是景仁宫的至亲，但事事以孝敬哀家为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。行吧，你收拾收拾，从前邸出来吧。守孝在心里就成。毕竟是皇帝的嫔妃，还是要住回后宫去的。臣妾谢太后。臣妾还有一事求告太后。青英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，臣妾觉得不大合时宜。不合时宜？是，樱花都是粉色，而臣妾却是青樱，所以不合时宜。臣妾不仅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儿媳，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，许臣妾斩断旧过，祈取幸福。你这么想？是。那你最盼望什么？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如意，好不好？是事事如意的如意吗？哀家选的是懿德的懿，意为美好安静。《后汉书》说：“邻虑懿德，非礼不处，人在影成双。”便是最美好如意之事。这世间一动不如一静，也只有静才会好。谢太后。只是臣妾不明白，意便很好，为何是如意？
你还年轻，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，太难得。若能如意，便很不错。太后的教诲，臣妾谨记心中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也回去歇歇吧。等出了前底，便是新生了。臣妾告退。这太后不是很讨厌乌拉那拉氏吗？怎么这么轻易就把她放出来了？这也太儿戏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能让皇额娘不讨厌，才是她的本事。皇额娘还给她赐名叫如意，皇上都亲自去看过她了。如意？什么如意啊？倒叫臣妾想起当年选福晋的时候，皇上就赐了一把如意给她，还选她为嫡福晋。太后下旨放了如意，那皇上就会给咱们定封号、行册封礼了吧？看来咱们还得感谢他呢。皇上就这么看重他吗？本宫实在不能忍。听说这次的事儿，海兰那个小贱人出力不少。海兰一向不得皇上的宠爱，所以一直依附着如意。这说来也奇怪，那么一个标致人，皇上怎么就不喜欢呢？长得再美，却不识趣儿，见了皇上就躲，躲不了也瑟瑟缩缩的，哪个男人会喜欢呀？小家子气，若不是皇上喝醉了，怎么会宠幸他呀？没有家世，又不会讨皇上喜欢，是可怜些。如今看着也会来事儿些了，不像平素里呆呆笨笨的，还是小心些好。这海兰还没分公事呢吧？她也只是个常在，也只能随主位居住吧。那就请娘娘成全臣妾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咱们不能让她事事如意，更不能让她和海兰沆瀣一气。皇上如今这么看重她，若咱们不再防着点儿，以后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啊？皇后娘娘，皇上请您往养心殿叙话。按理说，西月和如意都是侧福晋，但西月的资历浅一些，册封位次也应该低一级。可西月如今已经是贵妃，那如意就只能封为皇贵妃了。这宫中无初封就是皇贵妃的先例，那就都以贵妃的位分吧。皇上，臣妾想着，如意妹妹到底是刚出来，行事低调忍耐一些，总没坏处。且高斌为皇上督办河宫，功在社稷。相比之下，乌拉那拉氏一族实在无人可以为朝廷效力。不知是否可以先委屈如意妹妹一些，给个妃位或者嫔位，等来日逢年节或是有了生养，再进封也不迟。这妃位也可，另则高斌宫中为国，朕自然得嘉奖。赏贵妃还有高氏一族抬旗之荣，入本期满洲。圣祖的生母孝康章皇后的同氏一族，就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个抬旗的。想必高斌一定会肝脑涂地，为皇上效忠的。这外赏大臣、内封嫔妃，本就息息相关。这如意的位分是委屈了，宫事就给他翊坤宫吧。翊坤宫虽好，只是从前先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曾经住过。皇上也是知道的，皇额娘跟敦肃皇贵妃素来不大和睦，若是挪了如意进去，只怕皇额娘的心里……还是皇后细心呐。那永寿宫和景仁宫都不能住，其余诸宫也在修缮，一时间住不得人。如今就只剩下了延禧宫。这延禧宫偏远，还尚未修缮呢。
如意妹妹此时不易张扬，延禧宫虽然偏远，但是臣妾会命内务府仔细布置，断不会委屈了她。那好吧，务必得仔细布置，不要让如意住得不舒服。是。奴才尽力给皇上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内阁已经拟了嫔妃封号，以彰尊荣，请皇上过目。呈上来吧。皇室封仪贵人，金氏封了嘉贵人，苏氏封了纯嫔，乌拉那拉氏封了贤妃，高氏封了惠贵妃。这高氏哪里聪慧了？这封号有点讽刺啊。也许惠子是皇上对贵妃的期许，希望她聪慧伶俐，这不还有全族台旗人的恩赏呢。皇帝很会安抚前朝后宫的人，不错，不错呀。名位已定，总算是尘埃落定了，这下六宫可以清宁了。错，定下名位高低，这六宫的纷争才算是开始了。主被封了贤妃，咱们都高兴。只是到底被贵妃压了一头，贵妃得了皇上台旗，如今更是得意坏了。而且皇上不是说让主住在翊坤宫吗？怎么又成了延禧宫？许是翊坤宫如今还不能住人吧？延禧宫也挺好的。可延禧宫旁边就是宫人来往的甬道，地儿又偏又嘈杂，还多年未曾修葺。难道这是太后的意思？她老人家还在责怪您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如今咱们呢离了这儿，已经很好了。是啊，我们抓紧收拾吧。主儿，奴才觉得这延禧宫虽然靠着宫人进出的甬道，但关上大门也算清静。虽然破旧些，但古朴雅致，不错。主也太知足了，内务府的人连地都扫不干净。奴婢瞧着承乾宫、翊坤宫景致又美，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，住在这儿，都不知道皇上多早晚才能来一次呢。好姐姐，皇上若肯来，也不会嫌路远；若是不肯来，住进养心殿后的围房也不济事啊。也是，能离了前底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主儿，奴婢去给你点上安神香，这样换了寝殿，您睡得也安稳些。好。主儿，你等了2个时辰了，若是累了，咱们先到廊下歇息吧。嫔妾克里耶特海兰，请贵妃娘娘安，谨遵贵妃娘娘安排。小东西，饿了吧？娘娘这儿的孔雀呀，可真是宫里一绝。还不是皇上亲赐的，咱们皇上还是最疼娘娘。小东西，快吃吧。既然皇后娘娘要你来本宫的咸福宫同住，本宫身为一宫主位，自然留你，可你也得懂规矩。是。你既然来了，本宫便告诉你，当年你是怎么趁皇上酒醉勾引，又和贤妃勾结成了皇上的侍妾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可如今到本宫这儿来，如果再敢有外心，
本宫便不饶你。嫔妾不敢。得了，西边的屋子赏你了，去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把东西放下，打扫一下。主儿，这屋子西晒，夏天热得很，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，怎么住人呢？这屋子看起来真像是给下人住的。那便是一般的奴才也不会住这儿啊，不过就是平日里放些不打紧的东西罢了。贵妃也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本来就是一个皇上宠幸过，又被抛诸脑后的人。贵妃自然是不怕的。主儿，你也太委屈了，一来就劈头盖脸的被贵妃排选了一顿，而且贵妃娘娘说话也太难听了，怎么能那么说您呢？主，吃点牛乳糕。主，海棠再来了。海兰，嫔妾请贤妃娘娘安。起来起来，都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怎么这么晚还过来？是换了地儿睡不着吗？吃点牛乳糕，你素来喜欢的，尝尝。这宫里也只有贤妃娘娘会记得嫔妾喜欢吃什么。海棠再请用茶。谢谢。海兰，你怎么了？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？我正打算明日去求皇后娘娘，让我们同住。皇后娘娘说咸福宫宽敞华丽，指了主儿去住，但是贵妃是个不饶人的，让我们住的连下人还不如。怎么会是去了咸福宫？都怪我没有一早跟皇上要你。皇后娘娘早先一步安排的，娘娘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就是我们主儿好性儿，老被人欺负。那贵妃这般对你，你跑来我这儿，她可不忌讳。她有什么好忌讳的？现在咸福宫可热闹了，人人都屈风她抬旗封贵妃的事儿。嫔妾是希望可以跟娘娘一起同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明日就去求皇后娘娘。但是如果皇后娘娘不肯，贵妃怪罪下来，还是罢了吧。那你要先好好护住自己。贤妃娘娘也是。海兰，你平日都叫我姐姐，现在口口声声的娘娘嫔妾的倒是身份。是姐姐。张安也请了，贤妃还有事吗？延禧宫可住得惯？多谢皇后娘娘关怀。在延禧宫一个人住着有些冷清，能否让海兰过来与我同住啊？贵妃正当宠，又得了抬旗之荣，可海常在却一直不得皇上欢心。本宫是想着，
他若能与贵妃同住，也能常见到皇上，或许还能多几分余禄恩泽。否则，他要一世无宠，孤独度日吗？皇后娘娘慈心，是臣妾没想到这一层。这个镯子是咱们在前邸时，本宫给了你和贵妃的。是。本宫给了你们这对镯子，就是想要告诉你们，彼此间要存了亲好之心，让你们明白，同为嫔妃，应当不分彼此，不要事事计较。如今，你倒是肯天天带着，也不枉本宫的一片心意。臣妾会时时带着，时时谨记的。皇后娘娘，时辰到了，郎世宁大人已经在如意馆等着您和皇上了。嗯。臣妾告退。